没想到啊，去这是人走的路吗？哎呦，我们被几个没有穿观音的人截下来了，全是套路，押送着我们去海关办理。这是我们开着国产车穿越非洲以来最困难的一天。此时我们已经在非洲大陆上行驶了121天，之前跨过了干旱的撒哈拉，穿越了森林，以为非洲的路况不过如此，没想到真正的非洲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我们并没有选择从毛里塔尼亚直接进入马里，走北部节省路程，而是选择了更为遥远、跨过更多的南部路线，因为这样可以记录到更多有意思的文化。我们正在从比绍赶往几内亚的国道上，这里的路真的是烂到家了，3步一个坑，5步一个洞，就算是镇上的路都残缺不全。但没想到进入几内亚之后的路和人，再一次刷新了我的世界观。在中国呢，还有一个名字叫猫鼬，它现在是这里的 Q。现在在这个几内亚比绍的海关，大家听到里边吵架呢，小韩跟里边吵架呢。我跟纳兰都过了，都没什么问题。但是呢，小韩他们卡小韩要1000块钱，1000块钱没多少钱，但是他为了捍卫自己国家尊严，就是硬是不给，说什么都不给，因为他们都是西非联盟的啊，过关就应该是免签，但是还想要1000块钱，但是我们俩这都放了，都没问题，就到他这儿还也卡。看来这个比绍这国家是不论你是哪个国家，其实他都是卡的。还都是确实也是太穷了，但是卡了半个小时，就一直就是不给过，完了这边就是不给钱，僵持。已经出比绍了，然后下一站是几内亚。刚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什么情况啊？小韩就一直跟这儿磨，一直跟这儿耗，各种嚷嚷，反正最后还是让他走了。人一看耗不过，榨不出油水来就走了。完了后边呢，还算是顺利吧，各方面呢，车辆登记。各方面也没为难，最后他说有一个单子需要保管，盖了章了，需要收费3000，这个你也无证可查，是你也没法说什么，因为人家就正常收费嘛。你已经离开了，他有啥保管的？对，按理来说是这样，但是说我们这就是这规定，你这也没信号也没网络，哎，反正进到比绍来说，就是你要多准备点零钱，要不然他就会耽误你很长时间。关卡验过必须流氓。然后现在再看这条路，我以为我还在比绍，真的，兄弟们，你们能想象吗？这是一个去另外一个国家的中间地带的一个路啊，也这不是哪儿来的羊。然后看到对面有一个黑色的小棚子，戳着一个小国旗。我去，这不会吧？那个就是几内亚的关口，这你能相信吗？这我真的无法相信啊！这是草棚子，几内亚不会比比绍还，这旁边是牛群啊，牛群小棚子加上就一根蓝的杆儿，哦不对，过了这都，你看，这是不是那里头？好像是那个里头啊，这连停车的地方都没有，我的天哪！你不小心就过去了哎，真的好像是这里头吧？不像吧？没有人呢，没有人啊，啊？可是那儿有一个拦路的一根绳儿，你摁一下喇叭试试。看到了吧？不知道啊，没有人。来，就那个。哦，前面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哎，前面，好吧，我们接受下一关的考验，几内亚。兄弟们啊，我们过来了啊，非常的奇特，汽车什么都没有，说我们这儿啊办不了，说你们这车啊我们办不了，你走吧。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们要知道，在非洲开车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肯定是不行，要被截着，我估计大量的罚款。然后呢，他说给我们写一个地儿，你们到下一个地儿，啊，到下一个地方专门去一个大概43公里的地方去办车辆手续。但是我们现在手里相当于什么都没有，任何的，我觉得这属于是无证驾驶了。但是他说没关系，有警察截你就跟他说我要去办理，就 OK 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又来了，兄弟们啊，又来了，咱们只能走这儿了。我的天，还挺高啊，不知道咱这底盘能不能过去。这咋走啊？这是车走的道吗？应该是应该。
应该，小孩这个家在犹豫。已经无语了。这真的，兄弟们，我问他吧，你不用问他，你问他也没有用。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啊？我估计够呛。你问问一下。你问问。Est-ce qu'il y a un autre route pour aller au Kundra? Ok. Ok, c'est seulement la seule route, hein? Et t'as dit il y a一条路。只有一条路是吧？对对对对。走。Merci beaucoup. Maxi，哇塞，兄弟们啊，我真是觉得，真的来非洲开车，蓝翔驾校都根本就不行，必须得在印过镀过金。我去年走巴基斯坦一条路啊，开了一辆超级小的车，路过的路啊，我就觉得已经非常夸张了。没想到啊，这是人走的路吗？不行，那过不去吧？过得去啊。我觉得这路都不是汽车能走得了的路啊。有哪些条路啊？对呀。走这条路啊？对呀。一样的。不一样啊，那边坑很多啊。我的天呀，兄弟们，这感觉这根本就不是正常汽车能过得去的呀！小心小心小心！如果我们开的不是一辆越野车，已经完了，已经这车搁这走也走不了，回也回不去了。所以你看这辆车，这个道上没有车，没有车从这儿走呀，一辆汽车没见着，真的，怪不得他们过关放我们那么快，就觉得好像我们可能就要葬这儿了。我去，这真的不是正常的汽车能走的路啊！这称之不上为路啊！你有没有觉得比少在这儿都小巫见大巫了？我觉得比少已经很变态了，结果走这路我发现比少算轻的，我去！哎呀，这地下都是石子儿。那怎么办呢？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，兄弟撑住啊！兄弟啊，我的越野胎啊！你看，我的坦克300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，兄弟！我的天，这大坡、大坑、大石头，我的天！哎呦，你慢着点儿，这都拖地了，兄弟们！这每一个都是这样子，我们走啊，我们还要走35公里啊。不是40多公里，他注意从那边小路，我跟着他走可能还好点。他是本地司机，但是他能走的你走不了。他车小，对他车窄，他能走的你走不了。小心，轮胎别掉下去。哎呦，这么窄的路，我的天，太窄了。哎呦，我特别怕这个车。我们可千万别葬这儿啊，这可没有车啊，一路。这要葬这儿，我估计啊，就只能走出去了。这种路以前见过吗？没有。没有，真的连一个非洲人他都没有见过这种路啊，从来没有。哎呦，小心！这个路太牛了，真的太牛了。就在我们沉浸于对抗这条不寻常路的时候，前方突然窜出一名身穿深色衣服的人，将我们拦住。我们被几个没有穿官衣的人截下来了。他们说他们是海关，然后他说刚才那个海关应该给我们东西，结果没给我们扣了。一个死活不给，说办不了，不给办；另外一个是没有东西，可能不让走。哎，全是套路啊！在这个关卡一卡就卡了我们近1个小时。要知道，在非洲开车，白天都是争分夺秒的，因为一旦黑夜降临，风险就会高上数倍。我们跟他们说，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抵达并办理手续，然后他们就给我们画了条道。他们安排了一位女海关押送着我们去办手续，同时还配备了一名骑着摩托车的护从。道路虽然颠簸，但路途漫漫，也让我们和这位女海关产生了话题，这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些不得了的内幕。我问他，你这么累，应该挣很多钱。他说没有，他们刚开始工作不挣钱，没有工资。但也说有的人他们一直在海关工作，但是他们没有工资。我问他，你的老婆在哪呢？老公在哪？他说他死了，去世了，亡死了，对，去世了。我的爸爸死了，我的妈妈也死了。对呀，去世了。对，所有的去世了。他如果交钱呢，他希望给他的孩子去学习。但是耀阳，那他也没有工资，他怎么养他2个孩子呢？他们就靠路上找这么一点小钱，好难啊！所以你知道吧，就是我们在难的时候，其实背后也有他们难的感觉。虽然他们不苟言笑，虽然他们你感觉在找麻烦，
实际是因为确实太穷了，他们的国家没有能力养活他们，比如说他们没有工资，他们没有钱，他们的孩子要吃饭，所以他没办法。他们拿到这么一份工作，可能都只能靠想一些小办法来找一些钱，要不然都赚不到工资。但是他还是很善良的，因为他刚才跟他领导说，他们可以自己去的。对，他说路上也应该没有什么麻烦，可以自己去。因为但他跟我们一块儿去，一共2个人，看到前面还有一个人啊，收人民币200块钱不到，190二，然后呢，他们还要回来。刚刚小韩说，他说如果前面摩托车不去的话，这个女生回不来。对，而且他们要减点油费，所以你们可想而知，他们的工资是有多低了。好难呢。哎呀，小韩是很善良的人，他也哭了，他觉得太难了。没想到会这么难。我也没有想到海关人员都这么难啊！哎呀，真是的，确实有点让我震惊。原来我们以为就是普通的穷人在街上要钱的会比较难，没想到他们海关的人都这么难。没事，我们一会儿会给他的孩子一些帮助。到现在为止，西非路上的卡点拦着要钱的秘密算是水落石出了。原来这些当地的执法者根本没有工资，甚至工服都需要自行购买，收入全凭手中这些微弱的权利。凶巴巴的面孔背后有着不可道破的难言之隐。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之下，终于在天黑之前抵达了海关总署。但万万没想到，经过协商之后的结果却是告知我们，人是走不了了，车更别打算开走，一切要等第2天大领导来了一起判决。兄弟们啊，扣车，想得到吗？今天走不了，扣车。现在让我们走着去找酒店，你坐一个，我坐一个。OK。今天被迫要住在这儿，现在还找不到人，然后我们的车给扣到海关了。就是说这小哥呢说到这儿领导走了，完了今天走不了了，然后就没办法了。然后让我们明天早上起来9点再去办理手续赎车。我们的计划全都被迫改变了。兄弟们啊，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今天的住宿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住宿。有灯开不了，完了这儿有一个太阳能灯，12点。但是很快就没有电了，因为他们没有电。对，他们这儿没有电啊。然后水应该有吧？我觉得水有。好嘞。但我估计停电了以后也没有了。那我们还要尽快洗。我们还没有吃饭，1天了。哎呀，看着啊，这环境今天还是不错的。这环境真是 very nice。饿死了，没有劲儿。你受苦了。你也受苦了。没事，我是男人。你真的受苦了。我没想到会是这样。我觉得这已经不错了。我们还有更多的时候，我们是真的没有地方住。我们到首都，咱们休整一下。兄弟们，给纳兰点赞，加加油吧！纳兰真的今天快崩了。这个就是穿越非洲，就是每天都是挑战，每天都是新的挑战，只有这样才能激励我们更加的努力向前，珍惜我们美好的生活。罚款1000万！再见啊！哦呦，看前面这警察我都快哭了。我觉得这车要能出去，真的，我说这顿饭是在全村众目睽睽之下啊吃下去的。